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380伏和220伏自动转换的模块，它能够检测前级输入的是380伏还是220伏，自动切换继电器给电焊机供电。好，下面我们先插电试验一下。现在我们给它接通的是220伏，我们看插电以后，继电器吸合，在将近1秒钟的时候是吸合了。这个长管导通，然后继电器吸合。我们给它供上380伏电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给它供上了380伏电，我们插电。我们看它现在是断开的状态，也就是继电器没有吸合，直接向后边供380伏。当我们把380伏降到220伏，我们看继电器吸合了，这样它就自动转换了。这个电路是怎样构成的呢？首先，这个24伏的继电器，它是一个大电流的，它是接我们电容的中心抽头和交流输入端的一个继电器，这相当于一个开关。当380伏的时候，开关是断开的；当220伏的时候，开关闭合，把电压升到440伏左右。后边这个继电器呢，它是一个单刀双制的，也就是说一个长开点，一个长闭点。当输入电压为380伏的时候，长闭点不动作，通过这个出点直接给380伏端子供电。当为220伏的时候，长开点闭合，给这个220伏这端供电，这端就是接在输入端上的，所以这端是给变压器供电的。两个继电器的线圈是并联在一起的，上端接在24伏上，这个位置供一个24伏。下端接在这个场效应管的漏极，场效应管的原极是接地的，也就是接在我们这24伏供电的负极上。场效应管的山极是受控于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 100K 电阻，是接在24伏上的。同时这个位置有一个延时电容。当上电瞬间，由于220伏电压偏低，这个光偶是截止的，所以这个电容缓慢充电。将近1秒钟的时候，长管山极达到导通值，这个长管导通使继电器吸合，从而把220伏转换成440伏左右的电压。如果前边输入的是380伏，由于这个光偶初级就会导通，那么它的次级也会导通。它的次级导通以后，把这个山极 100K 电阻上的电压拉到 D， 使长管山极始终为低压，所以长管是截止的。继电器也不得电，所以不会吸合。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前边的检测电路，非常的简单。这是一个大概是3瓦到4瓦的电阻，是 100K 的。然后呢，它串联了，也就是说在380和220伏交流输入端串了这么一个电阻，然后呢，再经这个二极管半波整流，半波整流以后，再接在这个压敏电阻上，这个压敏电阻是271的，也就是270伏耐压的。这个电阻这个引角接这个二极管的负极，这个引角接在光偶的一角上，同时光偶一角和二角之间并联了一个103的电容，就是10纳法的电容。这个光偶的二角是接在这端的零线上，如果这端是火线，这端就是零线。这样呢，这个交流输入端就通过这个电阻、二极管、压敏电阻以及光偶构成了一个回路。当两端输入是220伏的时候，由于压敏电阻的耐压值很高，所以压敏电阻不会击穿，光偶的一二角不会得电，从而3、4角也不会导通，从而长管山极为高电位，长管导通，从而使继电器线圈得电，使继电器吸合。后边这个继电器转换给变压器供电，前面这个继电器转换给电容中心抽头供电。当前边是380伏的时候，由于整流滤波以后，这端的电压呢超过了我们压敏电阻的耐压值，所以它会击穿。它击穿以后，光偶的一二角就会导通，内部发光管就会发光，使4、3角导通，从而把这个长管山极 100K 送来的电压拉到 D 为0伏，所以长管是截止的，从而继电器不动作。这个三角插座是给变压器切换220伏和380伏电压的。
这个插座呢是24伏供电插座，这个电容呢就是这个24伏滤波电容，这个是一个延时电容，这个是220伏指示灯，当前级输入220伏的时候，指示灯会点亮。给它限流的呢，同样是来自于24伏这个 5.1K 的电阻。这个发光管的正极接这个电阻，它的负极与这个长管的原极一样，都是接地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